大家好，我是吴薇。今天我讲一个杰出女性的故事——尤利娅·纳尔瓦尼。过去几周，在新闻里你会频繁地看到这个杰出女性的身影。她是阿里克谢·纳尔瓦尼的遗孀。纳尔瓦尼生前呢，是普京当局面对的最强有力、最活跃的直接针对普京本人的反对派领袖。纳尔瓦尼突然被宣布在他服刑的西伯利亚监狱中去世的消息传来呢，世界其实还没有完全消化这个消息。但是我们会发现，尤利娅·纳尔瓦尼快速地出现在了媒体和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她频频地发声，一次一次地面对镜头，表达了她要继承丈夫的遗愿和她生前事业的愿望。3月1号，阿里克谢·纳尔瓦尼的葬礼在他生前生活的社区的教堂举行，但是葬礼上没有尤利娅的身影。当天晚上，尤利娅在她的 Twitter 账号上发布了一个为时2分钟的视频。那天晚上，当我看完所有的新闻，深夜里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泪流满面。Ты, конечно, сразу в рай, а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тоже. Хочешь сладких апельсинов, хочешь слух рассказов длинных, хочешь я взорву все звезды, что мешают спать. 让我感动的是，他的推文里说：“我深爱你。”阿里克谢，感谢你26年来的爱和陪伴，我会永远爱你的。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当再见的时候，我会给你听我手机里的存的很多歌，很多是很傻的歌。我也会给你讲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到时候我们会一起笑，一起再拥抱的。我永远爱你。这个视频，任何看到他的人，一方面会感受到阿里克谢·纳尔瓦尼和他的妻子在生前的那种相濡以沫，他们永远并肩拉手，四目相对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视频里的爱和尤利娅·纳尔瓦尼本人传达出来的坚强、无畏，甚至令人震惊的那种淡定，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所以呢，我就花了1周的时间，专门去做了很多的阅读和研究。我觉得这个女性太棒了，我必须给大家完整的讲述一下尤利娅·纳尔瓦尼的故事。熟悉纳尔瓦尼夫妇的人都知道，在过去10几年里，纳尔瓦尼以他本人高大帅气，带点孩子气而幽默的样子出现在俄罗斯的政坛。他是国际媒体的宠儿。什么塑造了纳尔瓦尼？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当我阅读了很多资料，研究了尤利娅的时候，我才理解。可以这样说，纳尔瓦尼这个反对者夫妇的形象是合二为一的，他们彼此成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尤利娅的存在、尤利娅的支持，甚至尤利娅的理解和爱，更好地塑造了阿里克谢·纳尔瓦尼这个反对者的形象。尤利娅·纳尔瓦尼1976年7月24号出生在莫斯科。他其实来自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呢是政府科学家，他的母亲呢曾经在苏联的计划局工作。尤利娅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母亲呢后来嫁给了一个中央计划局的同事。他本来呢是学经济的，他真正的职业生涯是应该成为经济学家或者银行家。但是呢，在一次在土耳其的假日聚会中，他认识了阿里克谢，两人迅速的相爱、结婚，组成家庭。所以呢，很快的他就在家庭和事业中
自己选择了家庭。但是不要以为这样的选择就让他放弃了自我，或者说所谓的相夫教子，不是的。他曾经对俄罗斯的时尚杂志说过一个话，就是说他认为俄罗斯政坛里头总认为拥有家庭的人是弱点，他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就根本没有真正健康的人性和做事的能力。他的这个表达其实在媒体上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10几年，从2013年普京本人离了婚以后，在普京的公共形象里就不再有家庭有女性了。普京永远是一个人，一个 strong man 的样子，独立的面对公众的，没有人情味儿，没有任何人性的表达。与之相反的反而是阿里克谢和尤利娅这对组合，他们2个人年轻帅气，永远四目相对，或者拉着手，或者揽着胳膊，或者尤利娅会挽着阿里克谢的脖子亲吻。但是他们2个人的表达出来的这种充满爱意、充满人情味儿的形象，其实深得媒体和公众的心。尤其呢，阿里克谢也采取了走向街头，跟大众对话，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用一种完全与官方的宣传表达相反的方式来向公众传达对普京政府的腐败的揭露，对普京本人的极度贪财、极度腐败行为的揭露。所以这种形象也非常非常的符合他们2人的气质和具体的政治诉求。但尤利娅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呈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我们能看到她永远是优雅而低调的，然后她总是把她的头发非常光洁的束在身后，传达了2个信息。媒体也分析过，说尤利娅的形象呢是传达出来一种我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我不管是我的额头还是我的眼神都可以直面公众。在10几年的时间里头，这个家庭基本是完全暴露在俄罗斯的秘密警察的公开的和隐藏的监视、骚扰、跟踪的过程中间的。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细节，就是他们2人在莫斯科的一个中低档的居民区租过一个2室的公寓，然后普京政府为了表达一种施压，就直接在这个公寓的对面也租了一套房子，警察随时在对面，就是一种公然示威。媒体说，你们能想象吗？他们连性生活都要在秘密警察的注视下完成。这样的生活在一般人看来是身心上是要遭受巨大的伤害的，但好像这些压力对阿里克谢和纳尔瓦尼夫妇来言好像并不是什么事情。在任何时候你都能看见他们2个在微笑，包括带着孩子出现在公众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健全和完整的家庭形象。媒体因此爱死了他们，支持者和跟随者都觉得，如果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这个希望就在纳尔瓦尼身上，因为他给大家扩展了非常巨大的想象力，他让大家知道，公开的表达反对，用勇敢的方式说出自己对于民主和治国的诉求，好像在普通人身上是可以做到的，因为阿里克谢就做到了。我们在观察尤利娅，其实有几个角度：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母亲，还有阿里克谢纳尔瓦尼的政治伙伴。最后这个角色我们最后再讲，但前面这几个角色，在母亲和妻子这个角色中间，他是非常有意的在保护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他在用巨大的支持和爱和信任给予了阿里克谢行动的力量和无尽的能量来源。他甚至也在很多具体的公开场合中间拉近了阿里克谢和他支持者的关系。举几个例子来说明。2013年，阿里克谢宣布他要参与莫斯科市长的竞选。第2天，阿里克谢本人和他的助手就被捕了。消息传来，他的助手的夫人面对镜头失声痛哭，可是尤利娅没有哭，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阿里克谢被捕的这个消息。2013年7月18号，有报道说，尤利娅对着媒体镜头说，我会永远坚定地支持阿里克谢。这是基本上是他对着镜头表达出来他作为一个政治伙伴的支持的第一次
公开发声。最让全世界媒体惊叹和更加了解尤利娅的力量和性格魅力的事件呢，是2020年的阿里克谢被下毒事件。当时阿里克谢已经在政坛上成为了一个最鲜明的、最强有力的普京的反对者。他已经在俄罗斯各地进行游说演讲，他已经有社交媒体上几百万的跟随者。2020年纳尔瓦尼被下毒事件呢，是非常曲折和惊心动魄的，很多媒体都有细节报道。去年得了奥斯卡奖的纪录片《纳尔瓦尼》也有完整的记录。我现在快速的回顾一下，纳尔瓦尼在西伯利亚做拉票和游说活动之后呢，坐飞机返回莫斯科，在飞机上被普京送来的军事秘密特工下毒。下毒的这个毒品是普京政府臭名卓著的特殊发明，叫 Novichok。 这种毒是无色无味，用到人身上一点点就可以迅速让人在几分钟之内死亡，而且是以自然死亡的状态，基本就是没有痕迹的。阿里克谢中毒之后，在飞机上嚎叫连连，痛不欲生，所以就紧急迫降送到了鄂尔姆斯克这个医院去。但是这个医院呢，被普京政府的警察已经就是水泄不通的包围起来了，包括医院当时的医生也都是完全从政府的要求。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医生是在销毁证据，来配合普京政府暗杀纳尔瓦尼。这个时候呢，尤利娅是在德国等待要去接她丈夫回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尤利娅接到的是阿里克谢的助手给她打的电话，说你不要紧张，阿里克谢中毒了。这个时候在旁边拍纪录片记录尤利娅状态的记者事后写道，说尤利娅非常震惊，她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喜形于色的人，她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达，甚至她还是有一些封闭的人，她很少跟别人说她自己的状态。但那天呢，在她身边的记者说，她用了2个小时平静自己的情绪，但是仍然保持了一个一丝不乱的头发，一如既往的高雅镇静的形象。然后他就说我要坐飞机去救阿里克谢。当时的情景是，明知阿里克谢是被暗杀的，生死未卜，只传来了消息说她丈夫中了剧毒，其他一切消息都不知道。但是她要是回到俄罗斯是有危险的，但这个时候她快速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回去，我要救她。那么她就坐了飞机，一路赶回了鄂尔姆斯克。下了飞机，全程在镜头的关注下面，她穿着一个皮衣，没有表情，杀向了医院。当时面对的情况是，一个是医生拒绝让她见，给了2个理由，说第一个，他要出示结婚证明来证明他和纳尔瓦尼是夫妇。第二个给的要求就是说，必须要由当时已经昏迷不醒在病房里抢救的纳尔瓦尼口头同意愿意见他的夫人。当然这2个要求就完全是故意作梗，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尤利娅表现出来了极其强硬的一个姿态。一个是他马上在医院的楼梯上面对镜头做了声明，然后举行了记者发布会，说我要求马上见到我的丈夫，我要求调查这是什么事情。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医院中间那么多秘密警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阻挠她，不让见她昏迷不醒的丈夫。同时跟克里姆林宫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当地的媒体的电台的主编在直播了一期节目，在直播节目中公开传话，说只要尤利娅祈求普京让他把纳尔瓦尼带走，纳尔瓦尼就有可能离开俄罗斯。因为当时不接受独立的调查和治疗的话，有可能很快就死在医院里了。我们都知道，纳尔瓦尼一直确立的是无畏的、极其鲜明的指着普京的鼻子来反对者的形象，所以他绝对不会去祈求普京做任何事情的。如果尤利娅作为他的妻子去祈求普京的话，也是对
阿里克谢的一个背叛，但是她必须要快速把她的丈夫从警察的手里救走，然后她要去救他的命，这个时候随时昏迷，随时可能就没命了。她最后给的措辞就是我要求你普京要我把阿里克谢带离俄罗斯，我要带他去德国治病。他发了一个这样公开声明，同时他还其实在躲避了秘密警察的监视，他去到城市的另一端，那个时候已经有德国的医生开私人飞机已经都过来了，他去见医生，一切这些行动都是他独立完成的，而且是面对着长枪短炮的镜头和秘密警察的监视，他居然就做到了。在他公开要求普京，他用的词是 I request you， 我要求你让我把阿里克谢带离俄罗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普京就同意了，所以尤利娅就真的带着她昏迷不醒的丈夫离开了俄罗斯，去往德国，在德国得到了紧急的救助。当然后来的康复和调查是另一个故事。到了德国的医院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全世界都很好奇，因为反对派被下毒，公然下毒，对欧洲整个政坛，对西方政坛都是很震惊的。虽然我们都知道，普京政府这个克格勃政府是臭名卓著的，是会在其他国家下毒和暗杀的，但是这样明目张胆的下毒。还是很罕见的，所以当时全世界也很好奇，就是一个是阿里克谢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二是就是他被下了毒以后居然没有马上死，但是他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尤利娅为了维护阿里克谢的形象，就做到了不许任何人拍摄阿里克谢的样子。他自己也对着纪录片的导演说，我自己也没有拍照片，不许任何人拍阿里克谢在病床里的样子。所以中毒之后的阿里克谢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没有任何画面出来。而再一次面对公众的镜头和媒体的报道时候的阿里克谢，已经是和他的妻子和2个孩子微笑的面对镜头的一个4个人的自拍。尤利娅用他几乎是这种直觉的这种判断力，全力以赴的维护住了阿里克谢的形象，永远无畏，永远坚强。他曾经对着媒体说过，那些混蛋，他们不配看到我们的眼泪，我不会让任何反对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软弱和脆弱。这样的信号给到他所有的支持者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信心，就是阿里克谢回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间尤利娅他起到的作用。再接下来就是2人要面对更巨大的一个决定，阿里克谢对公众说他要回到俄罗斯。这个决定在今天很多人看来认为是一个不理智甚至错误的决定，可是阿里克谢当时就对着镜头和很多劝阻他不要回去的欧洲政客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既然我是反对者，我就要明确的告诉普京，我不怕你，我不允许你统治这个国家，我不允许你不让我们拥有对未来的选择权，我不允许你继续在这个国家做统治者。那么我既然说我不怕，我就要做出不怕的姿态。而且从实际的操作上也是，一个反对者他离开了他自己战斗的土地的话，他就失去了他需要团结的公众的支持。这个可能在阿里克谢这样一个充满了勇气和政治野心的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这样一个决定下出的话，我们没有看到尤利娅有任何反对。最后出现在镜头里的2人在一起的画面，其实是2人平静的登上了从德国返回莫斯科的飞机。这个飞机上其实载满了全程直播这个事件的国际媒体。有一个细节，2人坐在镜头前的飞机座椅上，2个人还在用一个手机看 Rick and Morty 很有意思的卡通片。这个也是
被媒体描述为非常典型的阿里克谢式的反抗和表达方式，就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以一个很接地气的、很放松的状态和尤利娅在一起看视频。尤利娅全程还是以她一贯的样子，不卑不亢，有礼貌但是有距离感的出现在媒体面前。夫妇两人在媒体的簇拥下下了飞机，就面对到了普京政府的警察快速的把阿里克谢·纳尔瓦尼带走。从此阿里克谢·纳尔瓦尼就在狱中生活了。但他们二人分别的那一刻的时候，尤利娅又在镜头前亲吻了阿里克谢的脸颊和嘴唇。之后呢，阿里克谢在整个监狱的过程中间仍然用他自己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用书信，用自己发帖的方式在保持对支持者的呼吁、号召和联系。尤利娅呢，也承担了跟他的之前的同事们一起并肩战斗的责任。但那个时候，虽然阿里克谢要面对的2次的加刑和审判，可能是眼前几十年的牢狱，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丈夫他最爱的人在无时无刻的用他自己的方式传达着对尤利娅的爱，有爱就有希望。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在2月16号，这样的等待和希望全都停止了。阿里克谢被宣布突然身亡。消息传来的时候，尤利娅本人在德国，本来要参加慕尼黑的欧洲安全会议，她是要做发言的。几个小时之后，让所有人都很震惊和敬佩的是，她镇定地出现在了会场的讲台上。他对着出席者说，第一，我不是非常确认这个消息，我们需要确认这个消息。第二，就是我也反复在想，我到底是应该来这里开这个会，还是立刻奔回家去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我会想，阿里克谢在此刻他会做这样的选择，而我会坚信他会希望我来到这里发表讲话，所以我来了。发布这番讲话的时候，全场雷动。尤利娅·纳尔瓦尼给世人呈现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又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从某种意义上，她成就了一个更有魅力、更有想象力、更有创造力的阿里克谢·纳尔瓦尼。她不是阿里克谢的依附，她是他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力量来源。她成就了纳尔瓦尼。今天是3月6号，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看到尤利娅又在她的 Twitter 上发了新的推文，是一段视频和短短一句话：3月17号，为了纳尔瓦尼，我们街头见。她在号召大家走上街头，继续采取行动，发出声音。她录这个视频的时候，穿着一身鲜红的西装，精神矍铄，相信她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也下了决心，用她自己的方式坚持下去。